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下力传感器的使用。首先，我们需要将力传感器安装在机器人末端。安装好后，我们打开初始设置下用户外设配置，点击力传感器。我们需要对力传感器进行配置，选择对应的力传感器型号，点击配置。复位力传感器，然后激活力传感器。此时我们发现力传感器会有初始值，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些初始值，我们可以点击零点校正，将力传感器数据清零。配置完成之后，我们需要设定力传感器的坐标系。我们选择一个空的坐标系，根据力传感器的信息及力传感器相对于末端法兰工具中心的位置信息，我们设定力传感器的坐标系数据值。此力传感器只存在 z 方向的偏差，我们根据z 方向上的偏差设定传感器的坐标值，以及传感器的类型为传感器工具坐标系，点击应用。同时，我们的末端因为装了传感器坐标系，所以我们机器人的末端工具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法兰中心的位置也有一个偏差为40毫米。点击应用。配置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力传感器的功能，在程序视角中进行编写程序了。首先，我们需要记录2个点，在位置1记录 P1 点。P1 点记录完成之后，我们拖动机器人记录 P2 点。视角点记录完成之后，我们编写视角程序。我们设定检测方向为 fx 和 fy， 最大阈值我们可以设为5，最小阈值也可以设为5。检测的正常范围为当前值减去最小阈值到当前值加上最大阈值。点击开启，点击关闭，点击应用，添加到程序中。程序编写完成之后，我们运行这个程序，点击运行。我们用人为的去干涉机器人的运动。我们会发现机器人检测出力的大小超过我们设定的阈值，提示末端碰撞故障，可复位。这就是力传感器的碰撞检测功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力传感器的力控运动功能。同样的，我们需要记录2个点 ：P1 点以及 P2 点。接下来编写
力控运动的指令，选择 FT Control， 我们控制力传感器在 Z 方向的运动。最大调整距离我们可以设为70毫米，根据实际的场景需要，我们去设置。点击开启和关闭，点击应用。首先，我们让机器人运动到起点。接下来切换到自动模式，我们运行程序。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沿着物体的表面去运动，力的大小始终维持在我们设定的-20的阈值左右范围。力控指令可以运用到打磨等应用场景中。以上就是关于力传感器的介绍，谢谢大家。